M1 坦克终于到货了。就在9月25号，乌总统发文证实，第一批美国援助的 M1 坦克已经抵达乌克兰。它与俄军在乌克兰的主战坦克相比有什么优势？乌克兰又将如何保障这些坦克的后勤？咱们接着往下看。在第一批 M1 坦克抵达乌克兰之后呢，大家最期待的场面莫过于美俄坦克的对决了。虽然这种事情在现在的俄乌战场上几乎是很难见到，但我们可以将 M1 与当前俄军使用的主战坦克进行对比，看看两者之间究竟孰强孰弱。听到这里，或许有朋友想说了，这还用对比？美军的 M1 坦克在各个方面基本都是碾压俄军坦克的，好吧？但实际上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向乌克兰提供的坦克并非是先进的 M1A2， 而是曾参加过海湾战争的 M1A1。当然这并不是美国不愿意更好的支持乌克兰，而是相较于交付全新的 M1A2， 这个过程呢，至少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改用库存的 M1A1 进行翻新改装，则可以将交付时间大大加快。这些 M1 坦克呢，也并不具备强大的平油装甲，而是早期的复合装甲。而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部署最多的坦克，则是 M1 的老对手 T72。不过这款 T72也是经过升级之后的现代化版本，与早期型号相比，在火力、装甲和机动性方面呢有多项改进。另外，在 M1 坦克还未来到之前，俄罗斯方面也为这款武器做出了种种针对，这也为美俄双方的坦克对决增加了悬念。其实早在海湾战争期间， M1A1 就曾和俄军的 T72坦克有过对决，并占据优势。其先进的火控系统和卓越的装甲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T72的炮弹往往难以穿透 M1A1 的装甲，而其低质量的火控系统呢，使他们更难有效地击中目标。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于1980年代初研发，是原始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升级版。它具有更强大的120毫米滑膛炮、改进的装甲和先进的火控系统。该坦克以其速度、敏捷性和准确性而著称，并且由于其先进的装甲而具有承受打击的能力。而苏联的 T72 呢，则是在1970年代初期推出的，并且迅速成为世界上生产和出口最为广泛的坦克之一。T72 以高机动性和相对较低的成本而闻名，使其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选择。然而和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相比， T72 的装甲和火控并不那么先进，这一点无论是在海湾战争还是在现在的俄乌战争中呢，都有很好的体现。在火力方面， M1A1 配备了120毫米滑膛炮，与 T72 上的125毫米滑膛炮相比，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穿透能力。M1A1 上先进的火控系统可以更快地捕获目标，并且提高首发命中率。此外，该坦克使用的平油穿甲弹也能够造成比俄军坦克更加恐怖的穿透力和破坏力。例如 M1A1 在服役初期最主要的反坦克弹药 M829 伊稳脱壳穿甲弹，此型穿甲弹呢，可以在2000米击穿540毫米的军制装甲。在换装了 M829A1 之后呢， M1A1 更是凭借这款弹药在海湾战争中击毁了多辆伊军的 T72坦克。现如今M829系列等穿甲弹已经经过了多次更新迭代，在穿透性、射程方面都有了巨大提高。只不过如今俄军使用的 T72 和早期型号相比呢，在火力、装甲和机动性方面也有多项改进。当前俄军的 T72B3 配备有一款升级版的125毫米 2A46M5 滑膛炮，虽然也能够发射多种弹药类型，包括穿甲弹、尾翼稳定脱壳弹、高爆反坦克弹和高爆破片弹药，火力不容小觑。但人们普遍认为它的精度和穿透能力不如 M1A1 120毫米滑膛炮。除此之外呢， M1A1 相比 T72 还拥有更好的光学热成像和夜视能力，这使其车组人员能够在一系列照明和环境条件下更有效地探测和攻击目标。相比之下， T72 的光学和夜视系统则是出了名的差劲，这也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很少打野战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说，在坦克对决当中最重要的火力方面，俄军的坦克稍逊一筹。至于在速度方面，虽然两种坦克的最高速度相似，但 M1A1 拥有更强大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从而具有更好的加速性和机动性。其悬架系统也更适合处理崎岖地形，提供更平稳的行驶和更稳定的射击平台。但如今的 T72 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数量。
相比于美国援助的31辆坦克，俄军的 T72B3 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辆，是俄军中的中坚装甲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呢为了迎接 M1 坦克的到来，在很早之前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早在今年1月份，美国刚刚宣布要军援坦克时，俄罗斯军方对乌作战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就已经在俄军内部进行了如何歼灭包括 M1 坦克在内的对抗训练了。在网络上甚至还疯传着一张声称是根据俄罗斯军方指导手册画出来的 M1 坦克弱点图片，许多俄军事博主呢都在讨论如何利用这些弱点对 M1 进行攻击。俄军认为，在与 M1 坦克交战时，首先应该去针对它先进的观瞄设施实施攻击，从而破坏掉 M1 坦克的主要功能，也就迫使 M1 不得不退出战斗，返回后方进行维修。其次呢，就是对炮塔和底盘之间的间隙进行重点打击。三呢，则是对坦克底盘侧面进行打击。毕竟 M1 坦克和全世界其他坦克一样，都是前装甲更厚实，至于其他部位的装甲就稍显不足了。这时候有眼尖的朋友还会发现 M1 坦克的燃料箱似乎也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打击部位。它的位置在 M1 坦克驾驶员的两侧，燃料箱起火会波及到发动机，最后很有可能引起爆炸。对于这一点呢，美军在设计 M1 坦克的时候就早有考虑。M1 坦克的灭火装置效率很高，所以这种对燃料箱发起的攻击往往不太可能会波及发动机就被熄灭了。何况车主手里呢还有便携的灭火器可以用。在伊拉克战场上，对 M1 坦克的燃料箱攻击成功率也证实了这一做法的成功率确实不太高。而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呢，俄军的反坦克地雷以及柳叶刀无人机等武器也都可以威胁到 M1 坦克的生存。特别是无人机的袭击是坦克在战场上的最大威胁。在乌军发起大反攻初期，被寄予厚望的豹2坦克就被俄军的柳叶刀摧毁。从画面中呢可以看出，无人机的操作者显然是经过针对性训练，成功命中了炮塔后下部与车体之间的凹弹处，瞬间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和白烟笼罩了这辆坦克。这款无人机呢，也成为俄乌开战以来俄军最受欢迎的武器之一。当前俄罗斯正在尽力扩大柳叶刀的生产。除了无人机之外，前面咱们提到的反坦克地雷也是一种不错的反制手段。9月7号，英国援乌的挑战者坦克就因为不慎踩中反坦克地雷而导致瘫痪，地雷的爆炸导致坦克后油箱起火，乌克兰4名成员疏散到了安全地带，而坦克车体呢则被后来的俄军柳叶刀瞄准并摧毁。除了用武器针对之外呢，还有俄军方官员认为，己方士兵完全可以吸取基辅战役中乌军的战术，采取步兵反坦克小组的战法来对抗 M1， 用轻机枪和狙击手掩护反坦克小组尽可能的靠近 M1 坦克，最终将其击毁。显然，战争打到现在，已经不是某一款武器的到来就能改变战局的了。当然，大兵的意思并不是这款武器没用。M1 虽然无法直接改变战场形势，但是还是让乌克兰的进攻会往好处发展。就像前面说的，突破防线，有 M1 坦克助阵的乌军总归是要更加轻松，伤亡也会更小。从开战至今，乌克兰呢就是靠着这一件件的援助装备，慢慢的将局势逆转。在当下乌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 M1 坦克的到来很有可能会帮助乌军突破俄军的最后一道防线。ISW 表示，乌克兰装甲部队当前已经有部分人接近俄防区的第3道防线附近， M1 坦克的到来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虽然泽连斯基并未公布到货多少，但拜登曾在上周发新闻表示，第一批是10辆坦克，剩下的21辆会陆续交货。只是呢，这也引出了一个疑问，乌克兰又将如何解决 M1 坦克的后勤问题呢？总体来说呢，以 M1 系列坦克的性能来说，乌克兰陆军装备后战力呢肯定会得到提升，但 M1 性能出众的背后还隐藏着美军强大的后勤能力。要想它时刻处于生龙活虎的状态，离不开妥善的维保和修理。例如 M1 系列配备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相当精密且复杂的设备，一旦出现故障，重达数吨的动力系统可不是那么容易维修的。虽然美国表示在援助 M1 坦克时会附赠一些 M88 型装甲救援车，可是它在激烈的战场上只能保证将受伤或者故障的坦克给拖回来。M1 系列主战坦克的战力虽然自问世以来就常年霸居世界主战坦克排行榜前3甲的位置，
不过它的战力保证是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经济能力、优秀的体系作战方式和后勤保障基础之上。作为现役坦克中最为耗油的一款， M1 系列坦克所使用的发动机是霍尼韦尔生产的 AGT-1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虽然它可以使用包括柴油、汽油以及煤油等多种燃料驱动，不过目前美军对其使用的燃料已经做出了强制要求，即所有 M1 系列坦克必须使用 GP8 航空燃料。当然，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轻后勤保障的负担。乌克兰方面可以退而求其次，使用柴油作为驱动燃料。但即便如此，这台 AGT-1500 发动机的耗油率依然十分惊人。数据显示，这台发动机仅在启动时所消耗的燃料量大约就在37升左右，怠速时的耗油量为 0.6 升每分钟，在平坦路面行驶时的油耗量为 4.7 升每公里，在越野条件的耗油量更大，预计为 3.7 升每分钟，妥妥的一个吞油怪兽啊！因此 M1 的后勤问题，这对于习惯苏制坦克的乌军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此前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约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中，就包括了大约300辆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从波兰、捷克共和国、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采购，类似苏联冷战时期的坦克。然而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乌克兰能够以最快时间熟悉并使用这些装备。不过好在后来北约援助的豹2、挑战者这种西方坦克，也让乌克兰开始逐步适应北约装甲部队的后勤了。在现代战争中，装甲部队对于后勤保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车辆的维修更甚。在俄乌战争中，双方在坦克装甲车辆的回收维修方面做的都不够理想，均需要耗时5到6小时将受损的坦克运回战线后方进行维修。至于现场维修则更是不可能了，双方都不可能让掌握维修技能的专家和宝贵的专业设备在前线冒险。要知道，自从苏联解体后，两国很多苏联留下的专业机械已经消耗殆尽，而专业维修设备似乎更加缺乏。再加上乌克兰方面原本许多的坦克制造车间都已经在战争初期被俄军摧毁了，这让其在坦克维修方面有着不小的难度。不过好在经过这么久的培训后，乌军不仅掌握了驾驶该坦克的方法，乌克兰的坦克维修人员也学习了大部分维护操作，在维护保养方面应该是不是问题。但是除了以上几点呢，限制 M1A1 主战坦克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能力的还有许多因素，例如还有如何管理零部件和弹药，每一条不同供应链的后勤问题，这些供应链从欧洲军火库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前线。美国企业研究所关键微学项目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卡根说，这是后勤人员的噩梦。但也有人相信北约和乌克兰会找到一种途径，以解决为军队配备多种类型坦克导致的所有后勤难题。除此之外呢，目前西方承诺交付给乌克兰的主战坦克对乌克兰而言还是不够。按照乌克兰的估计，他们至少需要400辆左右的先进西方坦克才能对俄罗斯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几十辆先进坦克在如此大的战场上，即使他们的性能很强悍，也很难对战局造成很大影响。但若是乌克兰真的能够拥有400辆 M1 坦克，恐怕会大大加速反攻的脚步，提前结束这场战争。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